结婚纪念日那天，沈彦洲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集满10个赞就离婚。配图是一份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甲方签名处，他的名字写得龙飞凤舞，像一道斩断所有情分的圣旨。我盯着那条朋友圈看了很久，屏幕的光刺的眼睛发酸，我下意识地揉了揉指尖处到一片湿润，才发现自己竟然哭了。不对，不是哭了，是笑了，笑到眼泪都出来了。10个赞，沈彦洲，你是在开玩笑吗？我点开那条朋友圈，找到右下角那个心形图标，干脆利落地按了下去。页面轻轻一跳，我的头像出现在点赞列表里。第一个，截屏保存，动作一气呵成。然后我退出了朋友圈，点开了和沈彦洲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还停留在1周前，他发的：今晚不回来了。我回的好，干巴巴的2个字，像我们之间这段已经死了的婚姻。我打了几个字，发送沈彦洲，我点赞了。民政局见。消息显示已读，几乎是同时，我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我没接，把手机调成静音，扣在桌上，转身走向衣帽间。结婚3年，我的东西少得可怜，一只行李箱都没装满。沈彦洲送的那些珠宝首饰，整整齐齐地摆在首饰柜里，我一样都没拿。那些东西从来就不是给我的，是给沈太太这个头衔的。路过玄关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张婚纱照，照片里的女孩笑得眉眼弯弯，被身边的男人半搂着，满眼都是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候的沈彦洲也会笑，嘴角微微上扬，不算温柔，但至少像个新郎的样子。3年时间，足够让一个满心欢喜的女孩变成一个面无表情的女人。我把婚纱照翻过去，面朝墙壁，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的时候，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住了3年的家，200多平的房子，每一寸都精致昂贵，却没有一寸让我觉得温暖。门在身后关上的声音很轻，像一声叹息，但我没有回头。我坐在出租车上，手机还在震。沈彦洲打了7个电话，发了12条消息，我1条都没看，直接把他的对话框删掉了。不是拉黑，不是删除好友，只是删掉了聊天记录，因为我突然觉得那些不回来了占据我的手机内存，实在不值得。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一个拖着行李箱眼眶红红的年轻女人大晚上出门，多半是跟老公吵架了。他没多问，只是默默把车里的音乐调小了。我挺感激这份沉默。车窗外，这座城市灯火通明，霓虹灯把夜色切割成无数碎片，映在车窗上，像一幅幅模糊的水彩画。我跟沈彦洲刚结婚那会儿，也经常这样坐在车里，他开车，我坐在副驾驶，十指相扣，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永远，永远就是副驾驶的位置，永远是我的。后视镜上挂着我求来的平安符，车载音乐里存着我爱听的歌。后来副驾驶做过他的女秘书，后视镜上的平安符被他嫌碍事摘了，车载音乐换成了他爱听的交响乐。我还以为是自己不够好，不够体贴，不够温柔，直到有一天，我在他书房里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和一个女人的合影，2个人并肩站着，女人挽着他的胳膊，笑得很灿烂。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3个字：沈彦洲，字迹娟秀，是女人的字。我没问那个女人是谁，因为我认出了照片上的背景，那是去年她出差去巴黎时，在埃菲尔铁塔下拍的。她跟我说那次是单独出差，住了7天酒店，每天跟我视频通话3分钟，语气敷衍的像在完成工作。原来她不是一个人去的，我花了1整夜的时间，把她过去1年的行程单、消费记录、通话清单全部整理了一遍，越查越冷静，越查越清醒。那些我以为只是工作忙、应酬多的夜晚，那些她西装上若有若无的香水味，那些她手机响起时，她下意识翻转屏幕的动作，所有零碎的细节拼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背叛。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只是把那些证据存进了保险箱，然后继续做我的沈太太。出席晚宴的时候，挽着她的手臂笑靥如花，在她父母面前温柔体贴，在她朋友面前大方得体。我做的太好了，好到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是模范夫妻，好到沈彦洲自己都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出租车停在一家酒店门口，我开了间房，洗了澡，躺在床上，这才拿起手机，未接来电从7个变成了23个，消息从12条变成了30多条，最新一条是语音。我犹豫了一下，点了播放，沈彦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急切。江晚，你在哪？你先把话说清楚，什么叫你点赞了？我那条朋友圈不是给你看的，你别闹了行不行？别闹了，我笑了。在他眼里，我做什么都是闹。我问他为什么连续1周不回家，他说我闹。我问他那个女人是谁，他说我闹。我把他出轨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他还是说我闹，好像只要给我贴上无理取闹的标签，他所有的错误就可以被理所当然的忽略。我没有回复他的语音，而是打开了朋友圈。沈彦洲那条动态下，点赞数已经到了37个，除了我之外，还有他的兄弟、生意伙伴，甚至还有他妈妈。他妈妈还评论了一句：小两口吵架了，彦洲你别太冲动。沈彦洲在下面回复：妈没事，闹着玩的。
闹着玩的，离婚协议书是他亲手签的，朋友圈是他亲手发的，现在跟我说闹着玩的。我往下翻了翻评论，越看越觉得好笑。他兄弟陈潇评论：哥，嫂子看到要伤心了，赶紧删了吧。他另一个兄弟赵宇飞评论：哈哈哈，嫂子会打你的。打我连大声说话都不会。沈彦洲在外面说我温顺乖巧，从不发脾气，语气里带着一种我老婆很听话的得意。他是真的觉得我温顺乖巧，他是真的觉得我永远不会离开，因为过去3年我确实太好说话了。他说不回来吃饭，我说好；他说取消周年旅行，我说好；他说那个女人只是普通朋友，我也说好。我说了太多好，说到最后他以为我没有底线，手机又震了。沈彦洲发来一条新消息：江晚，你现在回来，我可以当今天的事没发生过。当没发生过。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忽然觉得一阵反胃。这个男人连道歉都不会，他永远不会说我错了。他说的是我可以当没发生过，好像犯错的人是我，好像他在施舍我一个机会，一个继续做沈太太的机会。我回了2个字：不用。然后我打开了备忘录，开始写一份清单。离婚协议书上，沈彦洲只写了财产分割，房子归他，车归他，公司股份归他，存款按婚后共同财产平分，看起来公平，但我知道他名下大部分资产都在婚前做了信托，婚后的共同财产不过是9牛1毛。他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他以为我只要拿到几百万的分手费就会乖乖签字走人。他不知道我用了整整1年时间，把他所有的资产流向、税务漏洞、商业违规操作都查得一清二楚。那些东西足够让他从沈总变成沈某。我用了1年的时间磨了一把刀，现在是时候亮出来了。第2天一早，我约了律师。林之夏是我的大学室友，也是全城最好的离婚律师。他打过100多场离婚官司，胜率97%，剩下那3%不是输了，是当事人中途和解了。他在律所楼下的咖啡厅等我，面前摆着2杯美式。你真的决定了？他把1杯咖啡推到我面前。沈彦洲那条朋友圈我也看到了，说实话，我第一反应是这人脑子有病。他脑子没病。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苦味在舌尖蔓延开来。他只是在测试我的底线。测试什么底线？测试我敢不敢真的离婚。我把那份清单递给他，他以为我不敢，他以为我没有他活不下去。林之夏接过清单，翻了2页，眼睛越瞪越大。江晚，这些东西你什么时候查的？过去1年。1年？他倒吸一口凉气。你1年前就知道他出轨了？确切的说，是1年零3个月前知道的。我的语气很平静。他出差去巴黎，实际上带的那个女人，他的助理订机票的时候，不小心把行程单发到了我的邮箱，虽然2分钟后就撤回了，但我已经看到了。那你为什么现在才？因为那时候的证据不够。我说，1张行程单说明不了什么，他可以说助理订错了，我需要更多的证据，需要让他无法狡辩的证据。林之夏看着我，眼神复杂。江晚，你变了。我没变。我笑了笑，我只是终于不装了。是的，我不装了。过去3年，我一直在装温柔，装大度，装不在乎。他夜不归宿，我笑着说没关系。他忘记结婚纪念日，我说工作忙可以理解。他把那个女人的香水味带回家，我假装什么都没闻到。我把自己装成了一个完美的沈太太，温柔得体，没有脾气。但沈太太不是江晚，江晚会生气，会难过，会在深夜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喝酒，会对着空气问一句为什么。江晚从来就不是什么温顺乖巧的女人，我只是爱她，所以把所有的锋芒都收了起来，把所有的棱角都磨平了，把自己变成了她喜欢的样子。可即使我变成了她喜欢的样子，她还是出轨了，所以我决定变回我自己。林之夏把清单收进包里，问我你想要什么？第一，婚内出轨的证据我都有，按照婚姻法，他应该少分或不分财产。我要他名下那套玉龙湾的别墅，那是婚后买的，用的是共同财产。第二，我要公司15%的股份，这是他对婚姻不忠的代价。第三，他必须公开道歉，在朋友圈置顶道歉声明，保留至少1个月。15%？林之夏挑眉，他的公司估值至少20个亿，15%就是3个亿，他会疯的。他出轨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我会疯？我淡淡的说，何况我有他要疯的东西。我从包里拿出一个 U 盘，推到林之夏面前，这里面是沈彦洲过去3年所有的税务记录，他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超过8000万，还有他在境外有2个离岸账户，从来没有申报过。林之夏的脸色变了。江晚，这些东西你是从哪里拿到的？合法渠道。我说，他的助理不小心把文件发错了邮箱，我只是恰好看了一眼。至于离岸账户，是他自己记在备忘录里的，密码是我的生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记在手机里，大概是觉得我永远不会查他的手机吧。我确实查了，在他洗澡的时候，在他以为我已经睡着了的深夜，我像一个小偷一样偷偷翻遍了他手机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次都心惊胆战，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在犯罪。但现在我不觉得了，因为背叛婚姻的人是他，不是他，我只是在收集证据。林之夏深吸一口气，把 U 盘收好，我明天就把离婚协议书的初稿拟好。不过江晚，
我要提醒你，沈燕州这个人不会轻易妥协的，他身后有沈家，有整个家族的利益，一旦你动了他的蛋糕，他不会善罢甘休。我知道，我说，所以我还有一张牌没出。什么牌？我看着他，慢慢露出一个笑容。林之夏，你还记得大二那年我拿过什么奖吗？他愣了一下，然后瞳孔猛地放大。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最佳辩手。对，我说，我有律师执业资格证。林之夏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你从来没告诉我，你考了律师资格证。因为没必要。我说，我嫁给沈燕州之后，他让我别工作了，在家做全职太太，我就真的在家做了3年全职太太，每天插花、做饭，等他回家。我停顿了一下，声音轻了下来。但他不知道，我每天等他回家的那些时间，都在看书。3年，我考了 CPA， 考了律师资格证，还学了2门外语。林之夏眼眶红了。江晚，别同情我。我说，我不需要同情，我需要的是赢。是的，我要赢，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报复，甚至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让他知道，他辜负的那个女人，从来就不是什么可以随意丢弃的附属品。我是江晚，我值得被好好对待，他给不了我的，我自己来给。沈燕州找到酒店的时候，我正在吃早餐，酒店的自助餐厅很大，我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落地窗洒进来，落在我的肩头，面前摆着一碗白粥，一碟小菜，一个水煮蛋，简单的不像一个正在离婚的女人该有的早餐。也许他应该看到一个蓬头垢面、以泪洗面的江晚，可惜我不是。他站在餐厅门口，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得不说，沈燕州是个很好看的男人，32岁，五官深邃，身材颀长，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精英阶层特有的金贵和疏离。这种男人走到哪里都是焦点，但此刻他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眉宇间压着怒气，下颌线绷得很紧，像是极力在忍耐什么。他朝我走过来的时候，步伐很快，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周围有几个客人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吃早餐。他在我对面坐下，没点餐，也没说话。我继续喝我的粥，一口一口，慢条斯理。江晚，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带着一点沙哑，像是没睡好。你闹够了没有？我在吃早餐。我说，如果你不打算吃，可以先走。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忽然伸手把我的粥碗拨到一边。你到底想怎样？他说，那条朋友圈是陈潇教我发的，他说这样能让你主动跟我提离婚。我本来没想真的离，就想看看你会不会在乎，结果你倒好，不仅不在乎，还点赞了。我放下勺子，看着他的眼睛。所以你发那条朋友圈是想测试我还在不在乎你？对。那如果我不在乎呢？他的表情僵了一瞬。你不在乎？他重复了一遍我的话，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可置信。江晚，你不在乎我？你觉得我应该在乎吗？我反问他。你1周7天有5天不在家，回来了也不跟我说话，你手机上锁，电脑上锁，书房上锁，你从来不跟我过任何节日，连我生日都记不住。你告诉我，我应该在乎一个这样的丈夫吗？沈燕州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我工作忙。你工作忙，但你有时间陪他去巴黎。空气突然安静了，他的瞳孔微微收缩，喉结滚动了一下。什么巴黎？你在说什么？沈燕州，别装了。我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角。去年9月，你出差去巴黎7天，实际上只开了3天的会，剩下的4天，你陪着宋清婉逛了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塞纳河，你给他买了一只卡地亚的手镯，花了48000欧元。那张消费记录，你用的是公司的商务卡，走的是市场推广费。他的脸色变了，不是惊讶，是震惊。他大概没想到我会知道的这么详细，没想到我会连金额都记得清清楚楚。你怎么知道的？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危险的味道。你猜？我笑了笑，我站起身，拿起包，准备离开。他猛地站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江晚，你听我说。放开。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冷。他愣住了。3年了，他从来没听过我用这种语气说话。以前他抓住我的手腕，我会红着脸低下头，心里偷偷高兴他愿意碰我。现在他抓住我的手腕，我只觉得恶心。他松开了手，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出餐厅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那些我以为已经消化了的情绪，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全部翻涌上来。巴黎、卡地亚、埃菲尔铁塔，这些词像一把把刀，一刀一刀剜在我心上。但我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一旦回头，我就输了。回到房间，林之夏发来消息，沈燕州的律师联系我了，是周明远。周明远，全城最贵的离婚律师，专打高端离婚案，收费按小时计，1小时5000。沈燕州请他来，说明他终于意识到这件事不是闹着玩的了。
我回了一个字，好。然后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第3份证据清单。第1份是婚内出轨的证据，第2份是税务和资产的证据，第3份是关于宋清婉的。宋清婉，28岁，沈燕洲公司的市场部总监，名校 MBA 毕业，能力出众，长相漂亮，是那种走到哪里都自带光芒的女人。她在沈燕洲公司工作了2年，2年内从普通员工升到了总监，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她在入职之前跟沈燕洲根本不认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凭什么能在2年内连跳3级？凭能力，也许吧。但我查过他的履历，他在上一家公司工作了3年，连个小组长都没当上，这也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宋清婉入职沈燕洲公司的同一个月，沈燕洲开始频繁出差，晚归不归，时间线清清楚楚，每一笔消费记录，每一张酒店账单，每一条暧昧短信，我都存了档。我不是一个喜欢翻旧账的人，但沈燕洲逼我翻，他说我闹，我就闹给他看。下午2点。我接到沈燕洲妈妈的电话，电话那头，沈母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柔得体。婉婉啊，听说你跟燕洲吵架了，夫妻之间有点矛盾很正常，你别往心里去。燕洲这孩子脾气不好，回头我说他。如果是以前，我会笑着说妈没事，我们就是闹着玩的，然后继续做我的好儿媳，继续忍气吞声，继续假装一切都很完美。但今天我不想装了。阿姨，我说。电话那头沉默了2秒。你叫我什么？阿姨，我重复了一遍。我跟沈燕洲正在办离婚手续，等手续办完，我就不再是您的儿媳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叫您阿姨比较合适。沈母的声音变了，带上了一丝紧张。离婚？燕洲那条朋友圈，不是开玩笑的吗？你们真要离？他是开玩笑的，但我不是。我说，阿姨，谢谢您这3年对我的照顾，以后我会常去看您的。说完，我挂了电话。这一次，我没有难过。3年前嫁进沈家的时候，我以为我终于有了一个家。沈母对我很好，沈父虽然严肃，但也算客气。我以为他们是真心接纳了我，把我当成一家人。后来我才知道，沈母对我好的原因是我是她选中的儿媳，她看中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八字。大师说我的八字旺沈燕洲，能助她事业腾飞。我确实旺她，嫁给他3年，他的公司市值翻了3倍，而他回报我的方式是出轨。晚上，沈燕洲又打来了电话，这一次我没挂，接了。江晚，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你回家，我们好好谈谈。你说，当面谈。那就约在律师事务所吧。我说，明天上午10点，林之夏的律所，你带着周明远一起来。你请了林之夏？他顿了一下。你们是朋友，他接你的案子，不违反职业操守吗？我跟他是朋友，不影响他是我的代理律师。我说，沈燕洲，你不用找借口拖延时间，明天10点，我会把所有材料都带过去。如果你不来，我会直接向法院起诉。你起诉我什么？婚内出轨、隐匿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以及……我顿了顿，重婚。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刺耳的声响，像是什么东西被摔在了地上。你说什么？沈燕洲的声音变了，变得尖锐而急促。重婚？你开什么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的声音很平静。宋清婉在去年12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沈念，出生证明上父亲那一栏写的是你的名字。死寂。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我听到沈燕洲的呼吸声，急促慌乱，失去控制。你怎么知道的？他的声音在发抖。我说了，你猜。我挂了电话，手机屏幕上显示通话时长4分12秒，4分12秒，足够让一个男人从高高在上变成狼狈不堪。我把手机放在桌上，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这座城市的灯光很美，万家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我的故事曾经很美好，美好的开头，狗血的过程，但我要给他写一个爽文的结局。是的，爽文，不是那种大女主逆袭的爽文，而是一个女人终于学会爱自己的爽文。林之夏说的对，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把爱情当成全部的小姑娘了。我是江晚，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包括尊严。第2天上午9点45分，我提前到了林之夏的律所。律所在 CBD 核心地段的一栋写字楼里，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最繁华的天际线。林之夏的助理给我倒了杯水，我坐在沙发上等，手里翻着那份已经打印好的证据材料，厚厚一沓，137页，每一页都是沈燕洲亲手递给我的刀，只是他不知道而已。10点整，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沈燕洲走进来的时候，我几乎没认出他，才1天没见，他的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眼睛里布满血丝，领带松松垮垮的挂在脖子上，像是一夜没睡。他身后的周明远倒是精神抖擞，西装笔挺，手里提着公文包，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微笑。沈燕洲看到我的第一眼，脚步顿了一下，我知道他在看什么。今天的我穿了一件酒红色的连衣裙，头发散在肩上，化了淡妆，不是以前那个素面朝天永远穿浅色衣服的江晚，而是一个陌生的让他感到不安的女人。她在我对面坐下，眼神复杂的盯着我。江晚，她的声音沙哑的厉害。你昨天说的那些话是真的？你指的是哪一句？我翻了一页材料。是重婚那一句。
还是私生女那一句。周明远的笑容僵了一下，沈燕洲的手在桌下攥成了拳头，指节泛白。沈念不是我的女儿，他说，声音压得很低。你不要听信谣言。我从材料里抽出一张纸，推到桌子中间，那是一份 DNA 亲子鉴定报告，鉴定机构是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日期是3个月前，鉴定结果显示沈燕洲与沈念的亲子关系概率为99.99%。这是我从司法鉴定中心调取的副本。我说，你有异议的话，我们可以申请重新鉴定。沈燕洲的脸彻底白了，他盯着那张报告，像是盯着一个不该存在的东西，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周明远伸手拿过报告，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清了清嗓子。江女士，这份材料的来源我们需要核实，在没有确认其合法性的前提下，它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当然，我笑了笑，所以我还准备了其他东西。我又抽出一沓材料推过去，这是沈燕洲和宋清婉在过去2年内的酒店入住记录，一共47次，其中35次是在本市，12次是在外地，每次都是以夫妻名义登记的。酒店监控录像我也调取了一部分，可以证明他们确实是同住一间房。这是沈燕洲为宋清婉购买珠宝、衣物、奢侈品的消费记录，总计金额超过300万元。这些钱全部出自沈燕洲的个人账户，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是宋清婉的邻居证言，证明沈燕洲每周至少去他住的地方3次，经常过夜。邻居们以为他们是夫妻，宋清婉也对外称沈燕洲是她丈夫。这是宋清婉女儿的出生证明，父亲一栏写着沈燕洲的名字。我把最后一张纸放在最上面，以及这是沈燕洲和宋清婉在去年七夕节的合影。照片上，宋清婉的手上戴着一枚钻戒，这枚钻戒的购买记录显示，沈燕洲是在同一时间买了2枚同款的，一枚给了宋清婉，另一枚我伸出左手，无名指上空空如也，另一枚给了我们的结婚戒指。会议室里安静的能听到中央空调的风声，沈燕洲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恐惧。是的，恐惧。这个男人终于意识到，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妻子，而是一个手握利刃的敌人。江晚，他的声音在颤抖。你查了我多久？1年零3个月。我说，从你第一次在书房接那个女人的电话，以为我在楼下听不到的时候开始。他闭上了眼睛。周明远翻了翻材料，面色凝重。他转向沈燕洲，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沈燕洲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江女士，周明远转向我，我的当事人愿意就财产分割问题重新谈判，您提出的条件是什么？我把林之夏你好的离婚协议书推过去。第一，玉龙湾的别墅归我。第二，沈燕洲名下公司的15%股份归我。第三，沈燕洲必须在朋友圈置顶道歉声明，内容由我拟定，保留至少30天。第四，宋清婉必须在10日内从公司离职，并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获得沈燕洲或其关联公司的任何补偿。周明远看完协议书，脸色很难看。江女士15%的股份，这个要求不太现实。我的当事人是公司创始人，15%意味着他可能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他失去的不是公司的控制权，我打断他，他失去的是一个妻子，而我失去的是3年的青春，3年的信任，3年的自我。15%已经是打折后的价格了。沈燕洲猛地睁开眼睛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以前是什么样的？温柔的，善解人意的。那是我装出来的。我说，因为你喜欢温柔的、善解人意的女人，我为了让你喜欢，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那你现在呢？现在，我笑了笑。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周明远和沈燕洲低声交谈了几分钟，我隐约听到几个词：税务离岸账户风险太大。周明远的表情越来越凝重，最后长长的叹了口气。江女士，周明远说，除了财产分割的部分，其他条件我们可以接受，但是15%的股份这个数字，我们需要再商量。没有商量的余地。我说，江女士，你要理解，公司不是沈先生一个人的，还有其他股东，15%的股份转让需要董事会批准。那就去批。我说，或者我把这份材料交给进一步的地方和经侦大队，让他们来批。沈燕洲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出去，撞在墙上，发出一声巨响。你威胁我？我在陈述事实。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沈燕洲，你续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300万，账务隐瞒不报2400万，这2项加起来勾你进去7到10年。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那些钱都用在了公司发展上，不是我个人的。法律不看用途，看事实。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公司的钱转到离岸账户的事？那2个账户，一个在开曼群岛，一个在瑞士。3年间你一共转出了4200万美金，从来没有申报过。这笔钱够你进去坐穿了。他慢慢的坐回了椅子上，像是被人抽走了所有力气。周明远推了推眼镜，语气变得谨慎起来。江女士，这些信息你是从哪里获得的？我说过了，合法渠道。我靠在椅背上，姿态放松。沈燕洲喜欢把所有的密码都设成我的生日，他的手机密码、电脑密码，甚至银行账户密码，全都是。他大概觉得我永远
不会查他的东西。沈燕洲的脸扭曲了一下。你翻了我的手机？我翻了你所有的东西。我说，你的手机、电脑、公文包，甚至你书房里那个保险箱，保险箱的密码也是我的生日。沈燕洲，你是不是有点太偷懒了？他张了张嘴，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这个男人在这一刻终于彻底崩溃了。我见过沈燕洲很多种样子，谈生意时运筹帷幄的样子，在宴会上意气风发的样子，对我冷淡疏离的样子，但我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模样，像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所有的骄傲和底气都被抽空，只剩下赤裸裸的狼狈。你想要什么？他哑着嗓子问。我刚才说了，除了那些，他盯着我。你想要什么？钱、房子、股份，还是就是想看我死？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慢慢的摇了摇头。沈燕洲，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明白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你给不了我。他皱起眉头，一脸困惑。我想要一个忠诚的丈夫。我说，我想要一段有信任的婚姻。我想要一个家，一个真正温暖的家，不是一个冰冷的豪宅。这些东西，你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所以现在，我只想要我应得的东西。我站起来，把材料收进包里。你们有1周的时间考虑，1周之后，如果还没有答复，我会直接向评理的地方起诉，同时向进义务的地方和那地方实名举报。我转身走向门口。江晚，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脆弱。我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如果我说对不起呢？对不起什么？我问。所有的事。我笑了一下。沈燕洲，你知道我等这3个字等了多久吗？他没说话。我等了整整1年零3个月。我说，在每一个你夜不归宿的晚上，在每一个我看到那个女人照片的瞬间，在每一个我以为你会解释、会道歉、会挽回的时刻，我等到心都凉了，等到眼泪都流干了，等到我终于明白，你不是不会道歉，你是不觉得你错了，你觉得你没错，因为你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我是你的妻子，但我更是你的附属品。附属品不需要尊重，不需要解释，不需要道歉。我转过身看着他，他坐在那里，像一个被审判的囚犯。现在你说对不起，不是因为你真的觉得错了，我说，是因为你发现你有东西要失去了，你的钱，你的名声，你的自由。你不是在跟我道歉，你是在跟这些东西道歉。他的眼眶红了，我不知道那是悔恨还是恐惧，也许两者都有，但我不在乎了。再见，沈燕洲。我推开门走了出去，走廊很长，我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每一步都很稳，没有犹豫，没有回头。林之夏在办公室门口等我，看到我的表情，松了一口气。谈崩了。没有，我说，他们会答应的。这么自信？因为沈燕洲最在乎的东西，恰好是我手里捏着的东西。我看着他，他在乎钱，在乎名声，在乎自由。为了保住这3样东西，他什么都会答应。林之夏把我拉进办公室，关上门，然后突然抱住了我。江晚，你今天帅炸了。我被他抱得有点喘不过气，但还是笑了。谢谢你，之夏。谢我什么？谢谢你没有劝我忍。林之夏松开我，翻了个白眼。我要是劝你忍，我就不是林之夏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沈燕洲配不上你。你嫁给他那天，我就想说这句话了，但看你笑得那么开心，我没忍心。现在你可以说了。现在不用说了。他拉着我坐下，因为你自己已经知道了。是的，我自己知道了。沈燕洲配不上我，不是因为我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不够好。他配不上我的真心，配不上我的等待，配不上我把所有锋芒都收起来，只为了做他喜欢的那个人。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为任何人收起锋芒了。离开律所后，我一个人去了趟民政局，当然不是去办离婚手续，而是去看了一眼那个办离婚的窗口。窗口前排着长长的队，有吵架的，有哭的，有面无表情的，还有笑着的。笑的那个人是个女人，30出头的样子，手里拿着离婚证，像拿着什么奖状一样喜气洋洋。她旁边站着的前夫脸色铁青，嘴里嘟囔着什么，你肯定会后悔的。女人头也不回的走了，步伐轻快的像在跳舞。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忍不住笑了。也许不久之后，我也会成为这样的女人，拿着离婚证走出民政局，阳光落在身上，终于自由了。我的手机震了一下，沈燕洲发来一条消息：江晚，我们能不能见一面，好好聊聊？不聊离婚的事，就聊聊我们。我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反复几次之后，我决定不回。有些人不值得你浪费时间打字。他又发了一条：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求你原谅我，但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解释？他有什么好解释的？他出轨是事实，生孩子是事实，欺骗是事实。解释能改变这些事实吗？解释能让时间倒流吗？解释能把我的3年还给我吗？不能。所以我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我正要关掉手机，又一条消息进来了。这次不是沈燕洲，是一个陌生号码。江晚姐，我是宋清婉，我们能见一面吗？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几秒钟，拇指悬在屏幕上方。宋清婉，那个女人终于出现了。宋清婉约我在一家日料店见面，选的地方很有意思，是一家很贵的日料店。我和沈燕洲以前常去，老板认识我们，每次去都会送一份刺身拼盘，笑着说沈先生、沈太太慢用。宋清婉选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示威、炫耀
还是单纯的觉得这里环境好，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但我还是去了。不是因为我想见他，而是因为我想看看让沈燕洲背叛婚姻的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日料店的包间里，宋清婉已经在了，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长发披肩，妆容精致。不得不承认，她确实漂亮，不是那种网红脸的漂亮，而是一种有攻击性的，让人过目不忘的漂亮。眉眼之间带着一股精明劲儿，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惹的角色。她面前摆着一壶茶，看到我进来，站起身，露出一个得体的微笑。江婉姐，谢谢你愿意见我。我坐下来，没有寒暄，直接问你找我什么事？他倒了一杯茶推到我面前，动作优雅从容。我想跟你谈谈燕州的事。你叫他燕州？我端起茶杯，吹了吹热气。你们很熟吗？他的笑容僵了一瞬。江婉姐，我知道你恨我。换作是我也会恨，但是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跟燕州之间，你跟沈燕州之间有一个女儿。我打断他，出生证明上写着沈燕州的名字，这一点你想怎么解释？他的手指在茶杯上收紧了。沈念确实是燕州的女儿，她低下头，但是这件事不是燕州一个人的错。我挑了挑眉，那是谁的错？我的错吗？我不该嫁给他，还是不该给他生孩子的机会？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江婉姐，我知道我做了很过分的事，但是我真的爱燕州，从很早以前就爱她了，你知道吗？我跟燕州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在一起过。我的手指顿了一下。你们在一起过？对。宋清婉的眼泪掉了下来。大二那年，我跟燕州在一起了，我们谈了2年，后来他家里不同意，说他订了婚约，就跟我分手了。订婚约？沈燕洲确实订过婚约，他的父母在他大学时期就给他定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另一个家族企业的千金，但后来那家企业出了问题，婚约就取消了。再后来，沈母请大师算了八字，大师说我的八字最旺沈燕洲，于是我就成了沈太太。我以为我是他的第一选择，原来我连第二选择都算不上。所以你进他公司是故意的？我问。不是故意的。宋清婉擦了擦眼泪。我本来已经放弃了，真的，我去了另一座城市，有了新的生活。但是2年前，我在一次行业会议上遇到了燕州，他说他还记得我，说很高兴再见到我。然后他问我愿不愿意去他的公司工作，说他的公司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你就去了？我去了。他抬起头。江婉姐，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但我去的时候真的没有别的想法，我只是想有一份好工作，想离他近一点。但是后来你们旧情复燃了？他沉默了几秒钟，点了点头。对不起。我看着他的眼泪，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宋清婉，你哭什么？他愣了一下。你觉得委屈？我继续说。你觉得你爱他，他也爱你，是我挡在你们中间了，对吗？我没有那个意思。你就是那个意思。我把茶杯放下，声音冷了下来。你觉得自己很无辜，觉得自己是真爱，觉得我是那个占了你的位置的人，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道歉，你甚至觉得应该是我跟你道歉，对吗？他的眼泪停了，脸上露出一种被看穿心事的尴尬。宋清婉，我查过你的履历，我说你跟沈燕洲分手之后结过一次婚，你的前夫叫王浩，是个做外贸生意的，你们结婚2年，离婚的原因是你出轨。他的脸色变了。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我说了，我查过你的履历。我靠在椅背上，语气平淡。你不是什么痴情女子，苦等初恋的故事，你只是习惯性的破坏别人的婚姻，然后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不是这样的。那是哪样的？我看着他。你敢说你在沈燕洲公司工作的时候没有主动接近他？你敢说你没有在他面前哭诉这些年的不容易？你敢说你没有在他喝酒的时候故意制造独处的机会？他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你不敢。我说，因为那些事你都做了，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他重新爱上你，你不是因为爱他才接近他，你是为了证明你比他的妻子强。他的眼眶又红了，但这次不是委屈，是愤怒。你知道什么？他的声音拔高了。你知道被一个人抛弃是什么感觉吗？你知道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结婚是什么感觉吗？你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我说，因为我正在经历。他愣住了。沈燕洲抛弃了我，用出轨的方式。我站起来。他跟你的每一次约会，每一个谎言，每一句敷衍，都在告诉我他不爱我了。他选择了你，选择了你们的女儿，选择了背叛我们的婚姻。所以我比任何人都知道被抛弃的感觉，但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不会用破坏别人的婚姻来治愈自己的伤口。你的伤口是你自己的事，不是你可以伤害别人的理由。我拿起包，准备离开。江婉姐，宋清婉叫住我，声音在发抖。你能不能放过燕洲？那些证据，你能不能不要交给金一武的地方？他会坐牢的，他真的会坐牢的。那是我和他的事。我说，跟你无关。我求你了。他站起来，眼泪又掉了下来。沈念还小，他不能没有爸爸。如果你非要一个人承担后果，那就让我来承担。我辞职，我离开这座城市，我再也不见燕洲。只要你放过他，我什么都可以答应。我转过身，看着他泪流满面的脸。这个女人至少在这一点上比沈燕洲强，她至少愿意为了自己在乎的人求人，而沈燕洲连道歉都说不出口。但我不会心软。宋清婉，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沈燕洲真的爱你，他为什么不跟你结婚？为什么要让你做第三者？为什么要让你的女儿顶着私生女的身份长大？他的脸白了。
了一下，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在一起。我说，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消遣，你有意思的时候他来找你，你麻烦的时候他就不要你了。你胡说！他的声音尖锐起来。他爱我的，他说过他爱我的。他说过他爱你的。我笑了笑。那他说过他要娶你吗？他提过吗？他的嘴唇在发抖。他提过的，他说等他处理好家里的事。家里的事，他的家事就是我跟他没有孩子，没有共同债务，没有任何阻碍，离婚的因素。如果他真的想娶你，他随时都可以跟我提离婚，但他没有，因为他不愿意。他不是不愿意，他是怕你分他的财产。那他现在怕了吗？我问。他现在连坐牢都怕了，但他提过要娶你吗？宋清婉的脸彻底白了，因为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沈燕洲这个人，最爱的人永远只有他自己，他不会为了任何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他不会为了宋清婉离婚，就像他不会为了我收心一样。我们都是他人生中的过客，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妻子，一个是情人，但本质上都一样，不被尊重，不被珍惜，随时可以被抛弃。我离开了日料店，走出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街道上车水马龙，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风吹过来，有点凉，手机震了一下。沈燕洲，江晚，我把玉龙湾的别墅过户手续办好了，股份地市董事会要开会讨论，下周3之前给你答复。道歉声明我写好了，发给你看。他发来一张截图，道歉声明写得很长，大意是本人沈燕洲因婚内出轨对前妻江晚造成严重伤害，在此公开道歉，本人承诺今后绝不再犯。同时，本人已将名下15%的公司股份转让给江晚女士，作为对婚姻不忠的补偿。我看了一遍，回复把前妻改成妻子，我们还没离婚。他秒回好。过了1分钟，他又发来一条，江晚，你真的不打算给我一次机会吗？哪怕一次。我没回。出租车来了，我拉开车门坐进去。去哪儿？司机问。我想了想，说去玉龙湾。玉龙湾的别墅是沈燕洲婚后买的，1200万，写的是他的名字。我们结婚3周年的时候，我提过一次想去看看这套房子，他说那是投资用的，不方便住人。现在这套房子是我的了。出租车停在别墅门口，我下车，站在铁艺大门前，月光很好，照在花园里的玫瑰上，花瓣上凝着露珠。别墅是新中式风格，白墙带瓦，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这个季节刚过了花期，但空气中还残留着若有若无的香气。我拿出钥匙，打开门，院子里很安静，只有虫鸣声。我沿着青石板路走进去，推开客厅的门，按亮了灯。灯亮的一瞬间，我看到了客厅中央放着一束花，红玫瑰99朵，花上压着一张卡片，字迹是沈燕洲的。江晚，这是我们结婚时我欠你的花，迟到了3年，对不起。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束花，看了很久，然后我走过去，拿起花，走出客厅，扔进了门口的垃圾桶。迟到的花不如不送，迟到的对不起不如不说。我回到客厅，关上门，把沈燕洲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从今往后，他再也找不到我了，除非我主动找他，而我会找他的。下周3董事会开完之后，1周后，沈燕洲的董事会开完了。林之夏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从健身房出来，浑身是汗。股份的事批了。林之夏的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15%，一分不少。沈燕洲把其他股东的股份回购了一部分，才凑够这15%转让给你。他现在手里只剩23%的股份，虽然还是第一大股东，但已经不是绝对控股了。我擦汗的动作顿了一下。他回购了股份？对，花了1个多亿。林之夏说，江晚，他真的被你逼到绝路了。为了保住那15%，不稀释到其他人手里，他把自己名下好几处房产都卖了，还跟他爸借了钱。我沉默了几秒钟。1个多亿，沈燕洲宁可花1个多亿，也不愿意把股份直接给我。他宁愿负债，也不愿意让我成为他公司的重要股东。这个男人宁可自损1000，也要伤我800。他答应了。我问，答应了，道歉声明也发了，我截图了，你看一下。林之夏发来一张截图，沈燕洲的朋友圈置顶了一条动态，就是我之前看过的那版道歉声明。评论区已经炸了，他的兄弟、朋友、生意伙伴全都看到了，有人惊讶，有人劝和，有人看热闹。陈潇评论，哥，你这是怎么了？被人盗号了？沈燕洲没回复。赵宇飞评论，嫂子也太狠了吧，15%的股份，沈哥你这是被扒了一层皮啊。沈燕洲还是没回复，只有一条评论。沈燕洲回了，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头像，留言说兄弟挺住。沈燕洲回了1个字。我关掉截图，对林之夏说，离婚协议书的最终版拟好了吗？拟好了，发你邮箱了，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不用看了。我说，打印出来，明天上午9点，民政局见。你确定？确定。挂了电话，我坐在健身房的休息区，把那份离婚协议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玉龙湾别墅归我，15%公司股份归我，婚后共同存款按6:4比例分割，我6他4，这是他出轨的代价，也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除此之外，我放弃了对他的举报权利，那些税务问题、离岸账户、虚开发票的证据，我会全部销毁，不是因为心软，而是因为我不想
再跟他有任何牵扯，我放他一马。从今往后两不相欠。当然还有宋清婉，协议里写得很清楚，宋清婉必须在离婚手续办完后的10日内从公司离职，并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获得沈燕洲或其关联公司的补偿。如果违反这一条，沈燕洲需要向我支付违约金1000万元，1000万元够他再卖一套房了。他不会冒这个险，所以宋清婉必须走。至于他走了之后，沈燕洲会不会在其他地方补偿他，那不是我的事了。一个连道歉都要被逼着发的男人，你指望他会有多深情？第二天，民政局我到的时候，沈燕洲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像是去参加葬礼。仔细想想，也确实是在参加葬礼，一场婚姻的葬礼。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脸色蜡黄，像是这1周都没睡好。看到我从车上下来，他的眼神闪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2个字：来了。我们并肩走进民政局，像一对普通的来办离婚的夫妻。工作人员看了我们一眼，大概觉得我们太冷静了，不像是来离婚的。材料带齐了吗？工作人员问。带齐了。我把材料递过去，沈燕洲也递了过去。工作人员翻了翻，看了看协议书上婚内出轨4个字，又抬头看了沈燕洲一眼，那一眼里没有谴责，没有好奇，只有见惯不惊的麻木。大概每天来办离婚的人太多了，出轨这种事稀松平常。双方确认一下协议内容，如果没有异议，就在这里签字。我拿起笔，在乙方那一栏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江婉2个字，写得端端正正。沈燕洲拿起笔，手在微微发抖，他的笔尖悬在甲方那一栏上方，停了大概有10秒钟，然后终于落了下去。沈燕洲3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完全不像他平时签名时那种龙飞凤迪的样子。工作人员盖了章，把离婚证递给我们，红色的封皮，烫金的字。我接过来，打开看了一眼，照片上的我穿着白衬衫，头发扎起来，露出光洁的额头，嘴角微微上扬，不算笑，但也不算难过。好了，工作人员说，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夫妻关系。不再是夫妻关系，这几个字像一把剪刀，咔嚓一声，剪断了我和沈燕洲之间最后的一丝联系。3年婚姻一朝结束。我站起来，把离婚证收进包里，转身往外走。江婉，沈燕洲叫住我，我停下脚步。你恨我吗？他问。我想了想，摇了摇头，不恨。为什么？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你不恨我？因为恨一个人太累了。我说，我已经累了3年，不想再累了。他的眼眶红了。可是我希望你恨我。他说，如果你恨我，至少说明你还在乎我。你现在这样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反而觉得什么？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再也找不回来的人。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眶，忽然觉得有点心酸，不是因为心疼他，而是因为心疼那个曾经爱过他的自己。那个傻姑娘为了这个男人收敛锋芒，磨平棱角，放弃自我，最后换来一句集满10个赞就离婚。好在那个傻姑娘已经死了，站在这里的是重生的江婉。你说的对。我说，你失去了一个再也找不回来的人，但这不是我的错，是你亲手把他弄丢的。我转身走出了民政局的大门，阳光落在我身上，暖洋洋的。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桂花的香味。秋天了，新的季节，新的人生。离婚后的第1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手机里所有和沈燕洲有关的照片全部删掉。婚纱照、旅行照、日常合照，一共347张。删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我的手指停了一下。那张照片是我们结婚那天拍的，我穿着白色的婚纱，沈燕洲穿着黑色的礼服，我们站在教堂门口，身后是漫天飞舞的花瓣。我笑得眼睛弯成月牙，沈燕洲的嘴角也微微上扬，侧过头看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那时候我以为那是爱，现在回头看，也许只是那一刻，他恰好觉得我还不错。我按下了删除键，照片消失的瞬间，我忽然觉得自己轻了，像是卸下了一个背了很久的重担，肩膀终于可以挺直了。第2件事是去玉龙湾的别墅，我请了一个设计师，准备把别墅重新装修，不是大改，只是换一些软装，把沈燕洲喜欢的深色家具全部换掉，换成明亮的浅色系，把那些冷冰冰的装饰画摘掉，换成我喜欢的风景画，把窗帘换成暖色调的，让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温暖的。设计师是个很可爱的女孩，比我小2岁，叫苏糖。她在别墅里转了一圈，拿着笔记本写画画，嘴里念叨着：这面墙可以打通，这里可以做一个阅读角，阳台可以放一个吊椅。我跟在她身后，忽然笑了。怎么了？她回头看我。没什么。我说，就是觉得终于有人问我想怎么住了。苏糖眨了眨眼，没多问，大概从我的表情里猜到了什么，只是笑了笑，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家装得特别好看。他说的是你的家，不是你们的家。我喜欢这个说法。是的，这是我的家，不是沈太太的家，是江婉的家。离婚后的第3天，林之夏来别墅找我，他带了一瓶香槟，说是庆祝我恢复单身。我们在还没装修好的客厅里席地而坐，开了一瓶香槟。
香槟，对着满屋子的装修材料干杯。沈燕洲那边有什么动静？我问。他这2天不太好。林之夏喝了一口香槟，表情微妙。他那个道歉声明挂了一整天，第2天他妈妈打电话骂了他一顿，说他丢人现眼。他爸更狠，直接说要把公司从他手里收回去。沈氏集团的大股东毕竟是他爸，他手里那23%的股份有一半是他爸给的。他爸说，既然他连婚姻都经营不好，那就别经营公司了。我沉默了一会儿。你觉得他爸会真的收回去吗？不会。林之夏说，沈燕洲毕竟是独生子，他爸再生气也不会真的把公司交给外人。但是这件事肯定会影响他在董事会的话语权，那几个小股东本来就不太服他，现在看到他连老婆都搞不定，更觉得他没能力了。宋清婉呢？离职了，昨天办的手续，公司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走，只有人事部的几个人知道内情。据说沈燕洲给了他一笔补偿金，数目不小，不过不在明面上，走的是别的账。我没法追究这件事。我说，协议里只约束了宋清婉不能从公司获得补偿，但没约束沈燕洲个人给他钱，他要给是他的自由。你不生气？不生气。我靠在墙上，仰头看着天花板。我跟他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他要跟谁在一起，要给谁钱，都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了。林之夏看了我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江婉，你知道吗？我最佩服你的一点就是，你说放下就能真的放下，不是放下就能放下。我说，是不得不放下的时候，就别再回头了。他举杯，竟不再回头。我碰杯，敬江婉。香槟的味道不错，甜甜的，带着一点气泡的刺激感。离婚好像也没那么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困在一段没有爱的婚姻里，一天一天的消耗自己，直到变成一具行尸走肉。我差点就变成那样了，好在我及时醒了过来。离婚后的第7天，我接到了沈燕洲妈妈的电话，她的语气跟之前完全不同了，没有了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感，多了几分小心翼翼。婉婉啊，阿姨想请你吃顿饭，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阿姨，不用了，你别拒绝我。阿姨知道燕洲对不起你，阿姨替他向你道歉。这顿饭不是他让我请的，是我自己想请你。你嫁到我们家3年，我从来没有好好感谢过你。我想了想，答应了，不是因为心软，而是因为沈母这个人确实从来没有亏待过我。她对我好是有目的的，但她对我的好是真实的，这2者并不矛盾。吃饭的地方在一家私房菜馆，沈母订了一个包间，只有我们2个人。她比我上次见的时候老了一些，头发白了几根，眼角的皱纹也深了。看到我的时候，她眼眶红了一下，但很快就忍住了。你瘦了？她说没有，还胖了2斤。我笑了笑，她叹了口气，给我夹了一筷子菜。婉婉阿姨跟你说句心里话，燕洲这孩子是我没教好，从小到大他要什么我都给他，他做什么我都由着他，结果把他惯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珍惜，不懂得感恩。阿姨，这不全是您的错。我知道不全是我的错，但我是他妈妈，他犯了错，我有责任。他放下筷子，看着我。婉婉，你真的不打算给他一次机会了？不打算了。为什么？因为机会我给过了。我说，3年前他娶我的时候，我给过他机会；1年前他出轨的时候，我也给过他机会。他生日的时候，我问他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他想了半天说是你生日吗？我说不是，是你的生日。他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但记得宋清婉的生日。沈母的眼眶又红了。我知道那个女人，他爸查过，是他在大学时期的女朋友。他爸当年不同意他们在一起，逼他分了手。我以为这件事早就过去了，没想到。阿姨，您不用解释了。我说，我跟沈燕洲的事已经结束了，我不恨他，也不怨他，我只是不再爱他了。沈母沉默了很久。那你还愿意叫我阿姨吗？她问，声音很轻。愿意。我说，您永远是我的阿姨。她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我给她递了纸巾，心里没有太多波澜，不是冷血，只是不想再为沈家的人掉眼泪了。我已经为他们哭了太多次。离婚后的第10天，我做了一件一直想做但没做的事，去商场买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不是酒红色，不是暗红色，是正红色，像火焰一样的正红色。我以前从来不穿这种颜色，因为沈燕洲说红色太张扬了，不适合我。他说我适合浅色系的，温柔大方得体。他说的对，浅色系确实让我看起来温柔大方得体，但我不想再温柔大方得体了，我想张扬，我想耀眼，我想让所有人都看到。江晚不是只有浅色系这种颜色。我穿着那条红裙子走出商场的时候，门口的保安多看了我一眼，不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打量，而是单纯的觉得好看。我冲他笑了笑，他也笑了。你看，这个世界还是很温暖的，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有时候比婚姻里的承诺更可靠。离婚后的第15天，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沈燕洲的助理小周。江姐，你最近还好吗？小周的声音有点紧张。挺好的，怎么了？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什么？沈总跟宋小姐的事，我其实一直都知道。沈总让我订机票、订酒店，
安排行程，我全都做了。我那时候觉得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该多管闲事。但现在我才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对你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钟。小周，你不用道歉，你是沈燕洲的员工，你听他的安排是应该的，真正应该道歉的人是他。可是我心里过意不去。小周的声音有点哽咽。江姐，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你对每个人都那么好，对沈总更好，他不值得你对他那么好。谢谢你，小周。我说，但我不需要别人替他觉得不值，我自己已经觉得不值了，这就够了。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天际线，城市的风景很美，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橙红色，像一幅油画。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当初没有嫁给沈燕洲，我会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律师，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为当事人争取权益。也许我会去创业，做自己想做的事。也许我会一个人旅行，去很多很多地方，见很多很多人。但无论如何，我会是江婉，不是谁的妻子，不是谁的儿媳，不是谁的附属品，只是江婉。而现在的我正在成为那个江婉，虽然晚了3年，但总比永远不开始要好。我拿起手机，打开了朋友圈，沈燕洲的那条道歉声明还在置顶，点赞数已经破100了。评论里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有劝和的，有骂他的，他一条都没回。我犹豫了一下，发了一条朋友圈，配图是我穿着红裙子在夕阳下的照片，文案只有一句话：秋天来了，是时候重新开始了。发出去不到1分钟，林之夏点了赞，评论：这条裙子也太好看了吧，不愧是江婉。苏唐也点了赞，房子快装好了，等你来看。小周也点了赞，没评论，只是点了个赞。我往下翻了翻，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头像，沈燕洲，他也点了赞。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一个赞而已。当初他的离婚朋友圈集满10个赞就离婚，我点了第1个赞。现在我的新生活朋友圈，他点了第1个赞。命运有时候真的很讽刺，但我不会像他一样把点赞当成一场游戏，因为我的生活从来就不是游戏。离婚1个月后，我搬进了玉龙湾的别墅，苏唐把房子装得很漂亮，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客厅的落地窗前挂了一幅巨大的风景画，画的是海边日出，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画上的金色会折射出温暖的光。阳台上的吊椅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每天早晨都会坐在那里喝咖啡，看花园里的玫瑰花。苏唐种了很多品种的玫瑰，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开得热热闹闹。这栋房子终于像一个家了，一个只属于我的家。我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公益法律服务中心做志愿律师，没有工资，但包午餐。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低收入群体，来咨询的大多是婚姻家庭问题。我坐在咨询台后面，听一个个女人讲述她们的故事，被家暴的，被出轨的，被婆家欺负的，被丈夫抛弃的。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想起曾经的自己，那些眼泪，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口的痛苦，我全都懂。所以我尽我所能帮助他们，帮他们写起诉状，帮他们收集证据，帮他们联系庇护所。有时候只是陪他们说说话，告诉他们你不是一个人，你没有错，你值得更好的生活。有一天，一个20出头的女孩来找我，说她丈夫出轨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哭了很久，问我：姐姐，我是不是不够好，所以他才会去找别人？我握住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你很好。我说：你一直都很好，他出轨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不懂得珍惜，这不是你的错，永远都不是。女孩哭得更厉害了，但哭完之后，她擦干眼泪，对我说：姐姐，我想离婚。好，我帮你。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阳台的吊椅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忽然想起了沈燕洲，不是想他这个人，而是想起我们刚结婚时，他也曾经对我好过。我们度蜜月的时候，去了一趟日本，在京都的岚山，他牵着我的手走过竹林小径，阳光从竹叶的缝隙里洒下来，落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很柔和，不像平时那么冷淡。他说：江晚，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吧？我说：当然会。那时候我以为他会信守承诺，但他没有。承诺这种东西，说的时候是真心的，做不到的时候也是真心的，只不过真心是会变的，而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手机震了一下，林之夏发来消息：江晚，明天晚上有空吗？我有一个朋友想认识你。什么样的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南地单身，长得帅，有腹肌，还是个律师。我笑了。之夏，我不需要你帮我介绍对象。不是介绍对象，就是认识一下朋友。你不觉得你离婚后社交圈子太小了吗？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回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有你啊。我不够，你需要新的朋友，新的人际关系，新的可能性。我想了想，答应了。不是因为想谈恋爱，而是因为林之夏说的对，我需要新的可能性。第二天晚上，我在一家酒吧见到了那个男人，他叫陆时涵，
确实很帅，比沈彦洲帅，身高1.8米几，穿着深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前臂和一块低调的手表，五官很深邃，眉骨高，鼻梁挺，嘴唇薄，整个人带着一种清冷的气质。但他笑起来的时候，那种清冷感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温和。你好，我是陆诗涵，他伸出手，林之夏的大学同学。你好，我是江婉。我跟他握了握手。林之夏的大学室友。他跟我说过你。他笑了笑，他说你是他见过最酷的女人。我看了林之夏一眼，他冲我眨了眨眼，酷。我有点意外，我从来没觉得自己酷。你离了婚，分走了前夫，15%的公司股份搬进了他的别墅，还去做了公益律师。陆诗涵掰着手指头数，这还不酷？你怎么知道这些的？林之夏说的。他坦然地耸了耸肩，他说如果我不了解你的故事，就不会理解你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我看向林之夏，他用口型说了2个字：靠谱。我忍不住笑了，这顿饭吃得很愉快。陆诗涵是个很有趣的人，说话不紧不慢，但每句话都能说到点子上。他问我为什么去做公益律师，我说因为我想帮助那些和我有类似经历的人。你不怕回忆过去的痛苦？他问。痛苦不会因为逃避就消失。我说面对它，接受它，然后把它变成帮助别人的力量，这是我学会的道理。他看着我的眼神变了一下，里面有欣赏，还有一些我说不清楚的东西。江婉，他忽然说，你知道吗？你比林之夏形容的还要好。我的脸有点热，不是因为心动，而是因为被人真诚的夸奖的时候，人总是会有点不好意思的。那顿饭之后，陆诗涵加了我的微信，他开始给我发消息，不是那种油腻的、目的性很强的消息，而是很自然的分享。他拍了今天在公堂上穿的律师袍，说这衣服真的不好看，但穿上它就是正义的化身。他发了一张他在健身房锻炼的照片，腹肌确实有，但不是故意秀的，而是不小心拍到的。他还会问我今天帮了几个当事人，有没有遇到特别难缠的案子，我一条一条的回，不热情也不冷淡，保持着朋友的距离。林之夏问我，你觉得他怎么样？挺好的。我说，只是挺好的。现在只是挺好的。我说，我不想这么快进入下一段感情，我需要时间，好好想想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林之夏叹了口气，江婉，你就是太理性了。理性不好吗？理性当然好，但爱情有时候需要一点冲动。我冲动了3年。我说，冲动够了。是的，冲动够了。我不会再因为一个人长得好看，条件不错，对我好，就一头扎进一段感情里。我需要确认这段感情是值得的，确认这个人是对的人，确认我不会再受到伤害。陆诗涵似乎懂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催过我，从来没有表达过超过朋友界限的关心，他只是在那里，像一束温和的光，不远不近的照着。也许有一天我会走向那束光，但不是现在。现在我需要先把自己活得精彩。离婚2个月后，我做了一个决定，用沈彦洲给我的股份分红，成立一个公益基金，基金的名字叫晚晴，取自天意莲幽草，人间种晚晴。我希望每一个在婚姻中受伤的女人都能在风雨之后见到属于自己的晴天。林之夏帮我办了所有的法律手续，苏唐帮我设计了基金的 logo， 陆诗涵帮我介绍了几个资方。基金的启动资金是500万，不多，但足够帮助第一批需要援助的女性。基金的第一个救助对象是那个在咨询中心哭过的女孩，她叫小何，23岁，结婚1年，丈夫出轨，她没有工作，没有存款，没有房子，连娘家都不愿意收留她。她来咨询中心的时候，身上只有300块钱和一个装了几件衣服的塑料袋。我帮她找了律师，帮她申请了法律援助，还帮她租了一间小公寓。签合同的时候，她握着笔的手在抖，眼泪一颗一颗的掉在合同上。江婉姐，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不用还，我说，等你以后有能力了，就去帮助下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你还我的方式。她用力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不是复仇，不是报复，而是把曾经的痛苦变成对别人的善意，这才是真正的放下，这才是真正的赢。消息传到沈彦洲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月后了。他让助理小周给我转达了一句话，沈总说他很佩服你。我听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佩服？我需要他的佩服吗？我不需要，但我接受这份佩服，因为这是我应得的。我没有回复，也没有让小周转达任何话，因为沈彦洲这个人已经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我不恨他，不爱他，不在乎他，他只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过客，一个让我学会了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过客。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手写的信，寄件人写着宋清婉。我拆开信封，里面有2张纸，第一张纸上是宋清婉的字迹。江婉姐，我跟沈彦洲分手了，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看清了一件事，他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他爱的只是我对他的崇拜，我对他的需要，我对他的不离不弃。一旦我不再崇拜他，不再需要他，不再不离不弃，他就不要我了。谢谢你让我看清了这一点，我已经带着沈念离开了这座城市，不会再回来了，对不起。还有，谢谢你。第2张纸上画着一幅画，是一个小女孩的笑脸，旁边歪歪扭扭的写着几个字：阿姨好。
好，我是沈念。我把信看了一遍，折好，放进抽屉里。宋清婉不是坏人，她只是一个做了错事的女人，她有她的痛苦，她的挣扎，她的无奈，但这不意味着她做的事是对的，也不意味着我应该原谅她。我不恨她，但也不会原谅她。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弥补。最好的结局不是原谅，不是和解，而是彼此远离，各自安好。冬天来了，玉龙湾的别墅里装了地暖，踩在上面暖洋洋的。我在客厅里铺了一块大大的地毯，买了几个抱枕，窝在上面看书。苏糖说我越来越像一只猫，我说猫有什么不好？猫自由自在，想睡就睡，想吃就吃，谁的面子都不给。林之夏来我家蹭饭的时候，带了一瓶红酒和一只猫，送给你的。他把猫塞进我怀里，它叫年年，是只流浪猫，我捡到的。你不是一个人住吗？让它陪你。年年是一只橘猫，胖乎乎的，眼睛圆溜溜的，窝在我怀里呼噜呼噜的叫。我低头看着它，它抬头看着我。你好，年年。我说哟，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哟，要好好相处啊。哟，林之夏在旁边笑出了声。你跟一只猫说话，它能听懂吗？能。我说猫什么都懂，只是不说而已。就像曾经的我什么都懂，只是不说，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我想说就说，想做就做，想穿红裙子就穿红裙子，想养猫就养猫。我是江婉，自由的、独立的、完整的江婉。至于沈彦舟，那个曾经让我心碎的男人，他大概还在某处后悔吧，但那不是我的事了。我的故事从离婚那天才真正开始，而结尾没有结尾，因为我的故事还在继续，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每一天都值得期待。窗外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年年从我怀里跳下去，跑到窗边，好奇地看着外面飞舞的雪花。我端起红酒杯，对着窗外的雪景，轻轻地碰了碰杯，尽自由。我说，雪花无声地落下来，覆盖了整个世界，像一个新的开始。